18层地狱，或称18尼离，是地狱名称，主宰者为丰都大帝，位居冥司神灵之最高位，主管冥司属下的18位判官，分别主管18层地狱。18层地狱并不是指地狱的一层层，直到第18层，地狱是不分层次的，而是按时间、受苦程度、区域大小来形容的，只不过是人物己而已。永不超生的地狱统称无间地狱，一直受苦无有间断，一秒都不能休息，永生受苦。18层地狱来形容无间地狱是不正确的，后者才是永不超生的地狱。18层地狱的层不是指空间的上下，而是在于时间和刑法上不同，尤其在时间之上，其地狱以人间3750年为1日，30日为1月，12月为1年，醉鬼须于此狱服刑1万年，即人间135亿年。其第二狱以人间7500年为1日，醉鬼须于此狱服刑，须经2万年，即人间541年。其后各狱之刑期均以前一狱之刑期为基数，递增2倍。第一层拔舌地狱，凡在生前经常油腔滑调、撒谎骗人、口出恶语的人，都会在死后被打发到这里受苦。有罪的灵魂会被小鬼按在地上，用冷冰冰的钳子撬开嘴巴，将舌头一点点地拔出口腔，直到连根扯断。在扯断之后，灵魂的舌头还会在一段时间后长出，然后继续受刑，循环往复。第二层剪刀地狱，在阳间，若妇人的丈夫不幸提前死去，她便守了寡，你若唆使她再嫁，或是为她牵线搭桥，那么你死后就会被打入剪刀地狱，剪断你的10个手指，一根一根的剪掉，十指连心，痛苦可想而知，就像水浒中的王婆，就该在此处受刑。第三层铁树地狱，凡在世时离间骨肉，挑唆父子兄弟姐妹、夫妻不和之人，死后入铁树地狱。此处铁树上接利刃工具，从后背皮下挑入，吊于铁树之上。第四层灭尽地狱，严格来说，这一层相当于地狱中的量刑间。灵魂在这一层并不会受苦，而是会被带到一个大镜子前，镜子中会映射出该灵魂生平所做的一切恶行。小鬼会根据灵魂生前的罪行，为他量身制定一套地狱之旅，将他发配到不同层中受刑。第5层蒸笼地狱，说起蒸笼，大家想到的多半是用来蒸包子、花卷的炊具，不过蒸笼地狱里的蒸笼可比厨房里的蒸笼大得多，这是专门用来蒸人的。平日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喜欢扯老婆舌、张家长李家短的说个不停的长舌妇，罪行轻的会被发配到拔舌地狱中受刑，而一些因胡乱非议惹出大祸的女人就会被发配到蒸笼地狱受难，他们的灵魂会被小鬼投入到蒸笼中，像蒸馒头一样蒸熟，然后再取出放凉，凉透后再投入蒸笼，无休无止。第6层铜柱地狱，纵火毁灭罪证报复，放火害命者，死后便打入铜柱地狱。入此层者，小鬼们扒光你的衣服，让你裸体抱住一根直径1米、高2米的铜柱桶，在桶内燃烧炭火，并不停地扇闪鼓风，很快铜柱桶通红，那悲惨的感觉简直用语言无法形容。第7层刀山地狱，亵渎神灵者，你不信没关系，但你不能亵渎，杀生者都是如此，更别提杀人了。如果你生前杀过牛呀、马呀、猫狗，因为他们也是生命，也许他们的前生也是人，也或许是你的身边人，也未可知。所以曾杀过生的人死后入此层，因为阴司不同于阳间，那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牛马猫狗以及人来者统称为生灵，犯此罪者死后被打入刀山地狱。醉鬼须脱光衣物，令其赤身裸体爬上刀山，刀山刮得鲜血淋淋，随着攀爬不断露出白花花的骨头，在爬到山上后，再被山上的小鬼一脚踢落，重复爬山的过程。第8层冰山地狱，凡谋害亲夫、与人通奸、恶意堕胎的恶妇，死后打入冰山地狱，令其脱光衣服，裸体上冰山。冰刚开始还可以，后面就会把身体冻住，手脚有时候会粘在冰山上，每前进一步就会撕下一层皮，露出鲜红的肉，再被冻住，受的罪简直难以想象。我们熟悉的潘金莲就在此层受罚，
第9层油锅地狱，卖淫嫖娼盗贼，抢劫欺善凌弱，拐骗妇女儿童，诬告诽谤，抢劫强奸，谋占他人财产，欺世之人，死后打入油锅地狱，剥光衣服，投入热油锅内翻炸，炸的身体啪啪直响。我们可以想象油炸猪排鸡排的场景，炸的时间长短则由情节轻重决定。有时有些罪孽深重之人，刚从冰山地狱里出来，又被小鬼押送到油锅地狱里。人生在世，还是要多做善事，一定要相信因果报应，真的是不是不报，时间未到。第10层牛坑地狱，这是一层为畜生深渊的地狱，凡在世之人随意诛杀牲畜，虐待动物，把你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上，那么死后打入牛坑地狱，投入坑中，数只野牛袭来，牛角顶牛蹄踩，牛身压牛粪喷。但是想象之下，除了画面恶心污秽，小道士觉得此层算是比较舒服的一层了。第11层石压地狱，若在世之人产下一婴儿，无论是何原因，如婴儿天生呆傻残疾，或是因重男轻女等原因将婴儿溺死抛弃，这种人死后打入石压地狱。此处有一个方形大石池，石池上方用绳索吊着一个与其大小相同的巨石，将人放入池中后，用斧砍断绳索，然后巨石突然落下。第12层冲就地狱，此狱颇为稀奇，就是人在世时，如果你浪费粮食，糟蹋五谷，比如说吃剩的酒席随意倒掉，或是不喜欢吃的东西吃2口就扔掉，死后将打入冲就地狱，放入臼内。冲杀杨氏捣蒜或者捣碎芝麻的画面，大家可以脑补一下。堕此地狱之罪犯，世间多少高官显要，甚至位居极品，谁真心为民解困呢？却只心恋权位，或结党营私，玩弄权势，搜刮民膏，制造紊乱，坐收渔利。此时福报耗尽，业债高筑，随于倒冲地狱，悔之晚矣。倒冲地狱为不死地狱，罪犯拖入臼中使处，到其心胸长度，顿时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，再捣成酱泥，罪人惊悚哀嚎之声回荡山谷，凄惨哭嚎，恐怖不已。罪犯心胸虽成肉泥，但为死力差将之拖出，换另一罪人倒冲，待另一罪人血肉模糊时，前位罪犯已见复原，再送进倒冲，如此轮流不歇，折磨或经百千万年次，待罪消尽再押，往其他地狱继续受刑。第13层血池地狱，百善孝为先，不孝之人素来被世人嗤之以鼻，那些对父母长辈不敬的人，死后将会被打入血池地狱，活人被浸泡在腥臭的血池里，自不是什么舒服的事。据说被泡在血池中的灵魂，就像是被沸水烹煮的鱼一般，在血池中做无谓的挣扎。第14层枉死地狱，从字面意义上来分析，枉死的人通常是冤枉的，这样的灵魂为何也会被安排到地狱中受苦呢？结合佛经中的描述来看，这里的枉死所指的是那些漠视生命，以自杀终结人生的人。生而为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每个母亲在生子时都要经历痛苦的10月怀胎，所以以自杀这种方式放弃生命的人，显然辜负了父母的养育。被打入这一层地狱的人将会无休无止地重复着自己死前的那一幕，让他们为不珍惜生命的行为付出代价。第15层折刑地狱，所谓折刑，就是车裂之刑。说起我国古代最残忍的刑罚，莫过于车裂和凌迟。地狱中的折刑究竟应用于怎样的罪恶？佛经中的叙述比较模糊。不过，既然刑罚如此残忍，想来针对的罪行定是罪无可赦的。第16层火山地狱，这一层比较广泛，损公肥私、行贿受贿、偷鸡摸狗、抢劫钱财、放火之人，死后将打入火山地狱，被赶入火山之中，活烧而不死。另外还有犯戒的和尚道士，也被赶入火山之中。第17层石磨地狱，贼人小偷贪官污吏欺压百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石磨地狱，磨成肉酱后重塑，人身再磨。第18层刀具地狱，偷工减料、欺上瞒下、拐诱妇女儿童、买卖不公之人，死后将打入刀具地狱。来人把衣服脱光成大字形，捆绑于4根木桩之上，由裆部开始至头部用具具臂，最后还有一个无间地狱。
这座地狱是超脱于18层地狱之外的，只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会被发配至此。这一层根本没有时间这一概念，自罪恶的灵魂被打入无间地狱后，他们就要承受永生永世之苦，不得超生。上面说的18层地狱并不是按罪重论处，而是你犯下哪一条就要响应的承受惩罚。如果你杨氏未积福报，作恶多端，那么恐怕大部分地狱都要走上一遍。很多人不相信因果承负之说，更不信有地狱之说法。实际上，当我们无法超越3界6道轮回去关照人生，我们可以将地狱理解为苦难世界，即苦海苦难世界之苦远远超出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，甚至难以想象。作为常人，我们无法看到地狱的惨状，所以积善业积福报，为此生也为死后。本期内容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你还知道18层地狱的哪些内容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